我是京圈金尊玉贵的大小姐，追我的人可以从京城排到巴黎。但我订婚的那天，我的未婚夫却抛下了我，跟着他的白月光逃婚了。他为了白月光逼怕水的我跳泳池，让我颜面扫地，沦为整个京圈的笑话。他说他这辈子都不会爱我，可知道我生病快死的时候，他却慌了。他说不想和白月光结婚，想继续我们的婚约。我笑了，你以为自己是谁？既然喜欢心机绿茶，那就请你们锁死，不要出来祸害别人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林婉婉，林氏集团的千金，是京圈最有名的大小姐。我有一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夫，季林峰。他温柔懂礼，清秀俊朗，绅士至极，是我一见钟情的少年郎。但是他对我总是很冷淡，只有我费尽心机帮他做成了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才会夸我一句：婉婉你真好。每次听见他这么说，我总是会娇羞地低下头。林峰，你也是我见过最好的人。我总是觉得他看向我的时候，仿佛是透过我在看另一个人，但我每次都安慰我自己，是我多心了。我无比庆幸自己的联姻对象是一个让我这么喜欢人。我从小就跟我妈妈说，我不要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，我要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妈妈说我身为林氏集团的千金，没有选择的机会，我不能任性和骄纵。她说她和爸爸就是这样的，没有感情，只有利益。在我高二成年礼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我的联姻对象是沈林峰。没有人知道我那天有多高兴。沈林峰是我从小就暗恋的林家哥哥，每次我看见他就像是看见了太阳一样，他总是那么让人心动，所以我没有反抗家里的安排，反而高兴地跟沈林峰联姻。更让我高兴的是，沈林峰心里也有我，不然他也不会在我大学毕业那天就向我求婚。你会永远陪着我吗？我带着爱意看着沈林峰。会的，沈林峰答应了下来，只是我觉得他应的没有那么坚定。可是当时我几乎是兴奋地抱住了他，我要跟这个我最爱的人在一起一辈子了。订婚那天，我穿着意大利手工定制的订婚礼服，身上带着上千万的珠宝，我就是这个京圈最美的新娘。妈妈伸手摸了摸我的脸，婉婉，既然你爱他，那妈妈希望你幸福。可惜我美好的祈愿和妈妈的希望都落了空。我和沈林峰两个人晚着手举高杯宴宾客，来的叔叔伯伯们都说我们是天赐良缘，是一对金童玉女。不过沈林峰好像一直都心不在焉，目光总是看向宴厅的大门口，难不成有什么人没来？我刚这么想着，大厅的门就被人推开了，一个穿着白裙的清丽女人走了进来。这个女人就是林佳佳，我们林家的养女。她看都没有看我一眼，只是死死地盯着沈林峰。林峰，我回来了。沈林峰在见到他的那一刻就失魂落魄了起来，嘴里嫩嫩地说道：佳佳，林峰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林佳佳拉住了沈林峰的手，在我还没有弄清楚状况的时候，沈林峰毫不犹豫地跟他走了。他们两个人牵着手跑了出去，而我一个人愣怔在原地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几乎是嘶声力竭地大喊：林峰，你不要走！我的声音还带着卑微和恳求。但是沈林峰没有回头，他甚至不愿意再多看我一眼。周边的人瞬间开始议论纷纷，而我拿着杯子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，杯子瞬间落到了地上。大概是太过于气愤和难过，我直接晕了过去。我不知道自己晕了多久，
但我醒来的时候，只看见了医院 VIP 病房冰冷的天花板。妈妈以泪洗面，看见我清醒了之后，反而哭得更大声了。婉婉，你还那么年轻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那么难过，是因为沈林峰逃婚吗？那痛彻心扉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婉婉，这时候我妈旁边的楚云出了声，男人声音冷静，清秀的面容上也有一丝不忍。楚云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楚云是我的青梅竹马，但是她却没有从商，而是在国外一直追求自己的医学梦想。她现在才20多岁，但是已经成为了国内脑瘤方面的专家了。婉婉，我是为了你的病回来的。楚云这个人从小就不是一个情绪外露的人，我难得看他的脸上流出了哀伤的氛围。这时候我妈流泪抓着我的手，婉婉，你得了脑瘤，只剩1年时间了。我整个人都怔愣住了，怎么会？我才20几岁，我怎么去得这种病？我妈哀嚎着，让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假的，而身体的痛苦也确确实实的在告诉我，我已经病了。楚云见我的样子，安慰道：婉婉，你虽然脑中有肿瘤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存活率。前2天我已经从国外把我的导师请回来了，他现在马上要到医院了。楚云话音刚落，他的导师就来了，他给我做了全面的检查。老师，婉婉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导师苍白的眉毛都皱在了一起，不是很好。导师和专家团商量了很久，告诉我说只有一个治疗方法，但是这种治疗方法可能会让我失忆，大脑皮层可能会因为治疗受损，林小姐可能会忘记之前所有的事情，但如果不接受治疗的话，林小姐可能会死。我愣住了，忘记一切，那不是代表着我会连沈林峰都忘了？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忘记他。婉婉，你怎么想的？楚云有些无奈，这可是生死存亡的事情啊！你要是不接受治疗的话，世界上就再也没有林婉婉了。楚云，你让我想好吗？我闭上了眼睛，满脑子都是那个让我又爱又恨的人。我甚至还在心里期望着沈林峰还能回来找我，可是沈林峰和林佳佳走的那一幕还是刺痛了我。我想起了我们的小时候，我和沈林峰一起长大，那我家的养女，我名义上的姐姐，自然也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的。小时候，沈林峰总是更喜欢跟林佳佳玩，他们2个人都比我大3岁。我以为他是因为我年纪小和我没有共同话题，他才更喜欢跟林佳佳玩的。有一次，我们3个人一起在河边玩，虽然我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模糊，但是我也依稀记得是沈林峰掉进了水里，最后大家都说是林佳佳救了他。自从那之后，他们2个人的感情就更好了，但我并没有往男女之情方面去想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他们2个人抱在一起，林佳佳哭得梨花带雨，而沈林峰正低声哄着她。当时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联姻对象是沈林峰了。我把林佳佳当姐姐，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，反而还想上去问问林佳佳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想要上去安慰她。这时候妈妈也看到了他们，但是她什么都没有说，拉着我回了家里，然后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：婉婉，你还年轻，不懂防人之心，那就让妈妈帮你解决烦恼吧。没过几天，我就知道了林佳佳要出国深造的消息。那天我还去机场送她。姐姐，你一定要经常回来看我，我会想你的。但林佳佳却只是冷漠且阴鸷地看着我。林婉婉，你给我等着。当时的我不明白，但现在的我却突然想明白了。
当时大概是林佳佳和沈林峰已经在一起了，妈妈为了联姻，也为了我，才把林佳佳送出国读书的。由于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进行治疗，楚云和他的导师商量了一下，让我先回家。不过我刚刚到家就见到了林佳佳，而且沈林峰也在。林佳佳一看到我就愧疚地说道：“妹妹，对不起，我刚刚从国外回来，不知道那天是你的订婚典礼，而大概是沈家那边的压力。”沈林峰也低头说道：“婉婉，我不是故意伤害你的。”这时候我还没说什么，林佳佳就伸手挽住了我的手臂。妹妹宽宏大量，不会跟我们计较的。对了，妹妹，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你来参加我的泳池 party 吧。林佳佳说她在海边租了一个别墅，会有很多朋友来参加她的 party。我听到泳池2个字，就浑身上下都不对劲，整个人开始发怵。其实很少人知道，我从小就是学游泳的，是游泳界的天才。我的教练都说我再练几年，甚至可以进入国家队。但是15岁那年的一场发烧，让我莫名其妙的害怕起来了水。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总之迷迷糊糊之间，我觉得那就是最可怕的记忆。我刚刚出院，还是算了吧。我并不想见到林佳佳，更别提说要参加她的 party。但林佳佳说来的都是世家子弟，要是我不去，就是不给那些世家子弟的面子。我正犹豫着，旁边的沈林峰却说了一句：“婉婉，佳佳心里真的很过意不去，你要是不去，她心里会很难受的。你就去吧。”我可以不在乎林佳佳的话，但是沈林峰的话却让我无法拒绝。好，我答应了下来。他肯来和我道歉，还帮林佳佳邀请我参加派对。沈林峰的心里还有我吧？我就像一个可怜虫一样，自欺欺人。但我不后悔，我就是爱沈林峰。我特地打扮了一下，出席林佳佳的 party。现在京城里面已经传得纷纷扬扬，说沈林峰宁愿要林佳佳这个假千金，都不要我这个真千金。不知道多少人想看我落魄的样子，我绝对不能让他们看我笑话。但我一走进别墅的时候，林佳佳就和她的朋友丽娜走到我的面前。丽娜一看见我就故意哟了一声：“这不是林千金吗？听说身体不好，在订婚宴就晕过去了，还真是虚啊。”阴阳怪气了我2句之后，丽娜就开始跟林佳佳说道：“佳佳，我真羡慕你啊！林峰那么爱你，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做。”当我的面说这些话，无异于是扎我心。丽娜就是故意的。其实丽娜当初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小时候也曾经感情很好过。但是自从我放弃了游泳梦想，还抑郁了一段时间。她在那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和林佳佳成了朋友，也彻底的远离了我。派对上的人很多，他们都围在一起聊天，我插不上话，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旁边喝饮料。这时候有个公子哥起哄说要玩真心话大冒险，大家纷纷都赞同，我也只好加入了。只是我没想到我运气居然那么背，第一个抽到的就算我。婉婉，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发起游戏的那个公子哥问我。我害怕别人问我和沈林峰的事情，我毫不犹豫地选了大冒险。婉婉抽到的是表演游泳，这个太简单了。婉婉，你没问题吧？公子哥觉得这个大冒险太简单了，但我却心惊了起来。京圈没有人知道我怕水，我爸妈为了家族的利益对外宣称我是因为继承家产才放弃游泳的。在场的人大概只有林佳佳知道，但林佳佳却不可能帮我说话。我转头看向沈林峰，希望他能出来帮我说一句话，可是他没有。他看着我求助的眼神，
反而烦躁地皱眉：“你快下去游泳啊！林小姐不会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吧？”公子哥明显也不耐烦了，我只好硬着头皮跳了下去。跳下去的瞬间，水淹没了我的全身，我呼吸都要不畅了起来。我在水里扑腾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痛苦着挣扎，向岸上的人求救，他们却觉得我在表演，全部都笑出了声。这时候，我听到沈林峰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他真的没事吗？”这时候，林佳佳却满不在乎地轻嗤了一声：“妹妹那么厉害，她可是游泳天才，怎么可能会有事情？林峰，你别多想了。”这时候，我的整个人身体都没入了水中，我的意识渐渐地模糊了起来，五感都渐渐地消失了。婉婉，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模糊之中，好像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有人把我救了起来，而我也渐渐地回忆起了当年落水的事情。那时候，我和沈林峰还有林佳佳3个人在池塘边玩。其实主要是林佳佳和沈林峰在旁边聊天，大概是前一天刚刚下过雨，花园里面的地滑，沈林峰就直接掉进了池塘里。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救了沈林峰。我本是游泳方面的天才，但是那天下水的却很无力，但我还是费了所有的力气把沈林峰给推到了岸上，自己却深深地沉入了水底。而那天林佳佳给我送了一杯饮料。原来如此，原来真相是这样，救沈林峰的人是我，而陷害我让我一辈子不能游泳的人是林佳佳。她不仅顶替了我的功劳，甚至想害我去死。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人？我整个人惊醒了起来，我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了楚云焦急的脸。婉婉，还好你没事，吓死我了。楚云的身上和发丝都没有干，我知道是他救了我。谢谢你，楚云，我真心的感谢他。我从小他就陪在我的身边，现在就连长大了都是他守护我。要是沈林峰对我有楚云对我的半分也好啊。但是楚云却恨铁不成钢的吼道：“婉婉，你知道你再这样糟蹋你的身体的话，你就连1年都活不了。”我却不在意这个。楚云，我想起来当年的事情了，我把当初我救了沈林峰，还有被林佳佳陷害的事情全部告诉了楚云。楚云越听眉头皱得越狠，你这个养女姐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看你赶紧揭穿她的真面目吧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沈林峰，但我没想到我还没告诉沈林峰，沈林峰的电话就打来了。林婉婉，我本来还觉得对不起你，觉得你是个好女孩，没想到你居然连这种陷害佳佳的伎俩你都做得出来。佳佳可是你的姐姐。沈林峰的声音带着失望的愤怒。林峰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。沈林峰就是我的命门，被他一凶，我整个人都慌张了起来。你没有？还不是因为你在佳佳的 party 自导自演了一出落水。你奶奶会把佳佳赶出公司，不让她在公司里面上班吗？还让她跪在祠堂。林婉婉，你才是大小姐，你什么都有了，你何必针对佳佳这么一个可怜人呢？沈林峰说的时候，仿佛我就是那个罪大恶极、罄竹难书之人，而林佳佳则是那朵最无辜的白莲。当初我和佳佳要在一起的时候，不也是你怂恿你妈送她出国，我们才失去联系的吗？林婉婉，你真让我恶心。这时候我连忙想要解释，但是沈林峰已经挂断了电话，我眼眶瞬间红了。原来在沈林峰的心中，他是一直这么想我的，在他的眼里，我就是这么一个恶毒的女人。我还没有缓过来的时候，林佳佳的声音就从门外响了起来：“妹妹啊，姐姐，我来看看你现在怎么样了。”她的声音
带着嘲讽的笑意。是他故意陷害我的，楚云，我要和我妹妹单独聊聊，你就不用在这里了吧。林佳佳开口就要赶人，楚云有些犹豫地看着我，我点了点头，他才不放心地走出了房间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他设的局。林婉婉，你现在一定很痛苦吧？你现在的一切都属于我了。这时候，他从包里面拿出来了一枚戒指，我认出来了，这个戒指是我给沈林峰的结婚戒指。这个戒指你一定很熟悉吧？林峰说他根本不想要这个戒指，就把这个戒指给我随便处置了。看着林佳佳耀武扬威的样子，我一时间有些心死。沈林峰就当真一点儿都不在乎我吗？我有些绝望地闭了闭眼。林佳佳看见我的模样，嗤笑了一声。林婉婉，你渴望的一切终将属于我，你永远都只能是个失败者。他说完之后，就高傲着仰着自己的头走了。楚云也走了进来，他看见我的样子，生气了起来。婉婉，那个林佳佳是不是又欺负你了？我去找她。呵呵，还真是恶人先告状。我算是看清了林佳佳的真实面目，还有沈林峰，他还真是把我的心挖出来，肆意践踏。我心如死灰地抓住楚云的手。楚云，我想好了，我做手术，但是你能不能在我做手术之前让林峰来见我一面？我痛苦地看着他。林峰现在不愿意理我，你能给他打个电话吗？我知道自己很贱，哪怕内心已经千疮百孔了，还是想见他最后一面。我们互相之间都是认识的。楚云听到我的要求，还是无奈答应了。好，只要你肯接受治疗，怎么样都可以。楚云给沈林峰打了一个电话，他开着免提让我听。沈林峰，楚云把我得了脑瘤，做手术可能会失忆的事情都讲了一遍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沈林峰声音有些冷漠，但是还着点半信半疑的感觉。我还期待着他会来找我，但是这时候我听到电话另一头传来林佳佳的声音：林峰，姐姐身体那么好，怎么可能得脑癌？你在听谁胡说八道呢？林佳佳的一句话彻底让沈林峰打消了怀疑，他冷冷地说道：楚云，如果你以后还是像这样帮着林婉婉打电话来骗我，你就不要给我打电话了。沈林峰毫不留情地把电话挂了。那一刻，我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彻底破碎了。沈林峰，你还真是绝情啊！我用着呆滞又绝望的眼神看着楚云。楚云，他真的不爱我。做手术吧，我已经不需要再见到他了。好，楚云让他的导师很快帮我准备手术。手术前我一直在想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忘了沈林峰吧，爱他太痛了，真的太痛了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沈林峰却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林婉婉，你真的生病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的语气又急又气，仿佛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一样，而我却奇怪地看了他一眼。面前的这个男人虽然长相帅气，但是看着脑子却不太好的样子。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，我干嘛要告诉你我生病了？我一脸莫名其妙，仿佛他就是个傻子。沈林峰却一脸震惊地说道：林婉婉，我是你的未婚夫，你说我该不该知道啊？这位先生，请你自重好吗？我的未婚夫是楚云啊。我一脸爱慕地看着楚云。我记得楚云是我的青梅竹马，我很喜欢他。至于面前的这个男的，虽然长得不错，但是我并不认知他。林婉婉，你别装了，你是不是就想对我欲擒故纵？沈林峰一副我就是一个心机绿茶一样的表情看着我。婉婉，
沈林峰确实你的未婚夫。这时候站着旁边的妈妈开口说话了：妈，我才不要嫁给这个看起来脑子不好的人，我要退婚。我嫌弃地看了一眼沈林峰，他更生气了。婉婉，大家都知道我们和沈家订婚了，你奶奶不可能退婚的。不过你实在不愿意的话，可以让林佳佳代替你嫁过去。我妈很不喜欢林佳佳这个养女，这些年要不是爸爸和奶奶不允许把林佳佳赶出去，她早就把林佳佳赶出林家的大门了。这时候奶奶从外面走了进来：婉婉，你妈说的对，要是你不愿意，就让佳佳替你嫁过去。奶奶很嫌弃地看了林佳佳一眼：这不是你一直希望的吗？现在我们就成全你。林佳佳却仿佛像是受了侮辱一样：奶奶，我这样成了替嫁，别人会看不起我的。林佳佳一副绿茶白莲花一样的无辜表情。这时候沈林峰很心疼地说道：林婉婉，你能不能别装了？你不就是为了欺负佳佳吗？奶奶一脸失望地看向沈林峰，但是沈家势力大，她不好说沈林峰，她只是冷冷地看向林佳佳：林佳佳，你回来不就是为了和沈林峰在一起的吗？现在成全你了，你还立什么牌坊？不过我告诉你，既然你要嫁给沈林峰，那就好好的在沈家相夫教子，林家的财产你一分都别想拿到。奶奶！林佳佳不服气地喊了奶奶一声：都给我滚！奶奶的情绪很好，沈林峰和林佳佳两个人只能讪讪地离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妈妈也走了，这下病房里面只剩下我和奶奶两个人了。奶奶一脸愧疚地拉着我的手：婉婉，是奶奶对不起你。奶奶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不理解奶奶说的意思。婉婉，奶奶现在也应该把真相告诉你了。其实佳佳不是我们家的养女，而是你爸爸婚前在外面的私生女。当初我还以为她是个好孩子，才让她来我们家的，结果居然让你受了这么多的伤害。奶奶说的时候满脸都是悔恨。我这才发现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个样子。林佳佳那么恨我，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她觉得她也是林家的孩子，但凭什么她是养女，而我则是千金大小姐？而林佳佳则是我爸爸在婚前跟家里的小保姆搞出来的私生女。奶奶为了家族的声誉，只好去母留女。我又在医院里面休息了几天。这天我收到了林佳佳给我发的信息，里面赫然是林佳佳和沈林峰的贴脸合照。林佳佳在故意气我，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是真的不记得沈林峰这个人是谁，只是没想到过一会儿，沈林峰也给我发了照片，比林佳佳发的那张更亲密。我并没有感觉，反而觉得有些好笑。过了一会儿，沈林峰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：你就不吃醋？吃什么醋？我又不是脑子有毛病。但这时候，我家的管家却急匆匆地跑了进来：小姐，夫人出车祸了。我的脑袋轰然炸开，我妈现在人怎么样了？管家听到我说的话，立马露出了默哀的表情：小姐，夫人，她已经……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妈妈已经去世了。我大哭了起来，整个人的情绪都在崩溃边缘。楚云在旁边一直安慰我，要不是他在我身边，我可能都受不了，要自杀了。管家告诉我，我妈出车祸是因为被一个疯女人纠缠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莫名其妙的就想到了奶奶说的那个林佳佳的生母，那个被赶走的保姆。过了半个月，我才渐渐地从低落的情绪当中抽离了出来。我现在只想找到害我妈妈的人。沈林两家很快就把联姻的人改成了沈林峰和林佳佳，我根本不在乎，
只是让我意外的是，沈林峰居然来找我了，还是喝得醉醺醺的来找我。婉婉，只要你让我不结婚，我一定不结。他满眼深情地看着我，看得我都觉得恶心。管家告诉我，之前我很喜欢沈林峰，但他不喜欢我，现在要跟林佳佳结婚了，在我面前装出一副深情样，简直是让我恶心至极。我对你没兴趣，我直接让人把沈林峰给赶了出去。沈林峰恶狠狠地指着我说道：“林婉婉，你不要后悔。”1周后，我就收到了沈林峰和林佳佳婚礼的请柬。我根本不在乎他们，所以参加婚礼对我而言根本没什么。但是我一来到婚礼上，都忍不住感慨一句寒酸：沈家明明是京圈上流贵族，却不重视这场婚礼，所以奶奶压根就没来参加。林家这边连个长辈都没来参加。林佳佳的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。我离她和沈林峰不远，我听见了林佳佳跟沈林峰抱怨，一定是林婉婉那个贱人在奶奶面前说了什么，不然奶奶怎么可能不来参加我的婚礼？我听到这句话，不想辩解，只觉得好笑。既然不欢迎我，我还是回家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林弯弯她居然真的不在乎。临走前，我听到沈林峰不可置信的声音，我笑了。这男人怕不是脑子有病？没管他们，我径直离开了婚礼现场。回到家后，我接到了林佳佳的电话，她一张嘴就是骂：“林弯弯，你个贱人，你把林峰带去哪里了？勾引别人老公，你贱不贱？”我一脸懵，她在叫嚣些什么？自己老公管不好，怪我。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奶奶皱着眉头摇了摇头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包庇佳佳那个孩子。婉婉，是奶奶对不起你啊。奶奶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其实我都已经不记得了，就算我记得，我大概也已经对他们的事情不感兴趣了。我其实根本想象不到别人说的我喜欢沈林峰的样子，只有傻子才会看上那样的男人吧。楚云说，当初我和沈林峰订婚时候，林佳佳出现了，我怎么哀求她，她都不愿意留下来，反而毫不留情地跟林佳佳走了。这时候沈林峰却跑进了我的家门。婉婉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沈林峰一改之前对我的嫌弃和冷漠，一脸痛心疾首地求我原谅。婉婉，我才知道林佳佳骗了我那么多年，我求你原谅我，你就回到我的身边好吗？沈林峰的样子只让我觉得可笑。我听楚云说，我当初也是这么求他的，但是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就离开了。不可能，我马上要和楚云出国留学了，至于你，还是找你的林佳佳去吧。我冷漠地看着他，仿佛他就是一个陌生人一样。这时候林佳佳追来了，她看见沈林峰跪在我的面前，愤怒地给了我一巴掌。林婉婉，你怎么失忆了？都不安分，还想着勾引林峰。沈林峰见林佳佳打我，毫不留情的也给了林佳佳一巴掌。林佳佳，你骗我就算了，你居然还敢打婉婉。沈林峰，你居然为了他打我。林佳佳思慕欲裂，沈林峰和林佳佳彻底闹掰，而我根本没有兴趣看他们狗咬狗。我直接喊了警卫进来，把他们2个人都给我拖出去，别脏了我们家。警卫冲我点点头，是，小姐。沈林峰和林佳佳2个人都被拖了出去。这时候楚云看着我，认真的问道：婉婉，你是真的决定好了跟我出国留学吗？我点了点头。楚云，我们明天就走了，远离这里，远离这里所有的一切。好。楚云深情地点了点头。我们决定出发去机场的时候，却发现我们的车子被动了手脚，
当初妈妈出车祸的时候，车也被人动了手脚。我怀疑幕后凶手都是林佳佳和她的亲生母亲。果然，我调出监控之后，就发现林佳佳昨晚鬼鬼祟祟的在车库里面。我直接报了警，然后一个人冲进了林佳佳的家门。林佳佳，是你害死的我妈对吗？林佳佳见只有我一个人，嚣张的大笑。你才知道，你那个恶心的妈，我早就想把她除掉了。就算这样，你也拿我没办法。林佳佳得意地看着我，是吗？我已经报警了，而且你刚刚说的话，警察都已经听到了。林佳佳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你居然报警了？林婉婉，你不让我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林佳佳突然发了疯，拿起桌上的菜刀，直接冲着我过来。林婉婉，你给我去死！林佳佳居然想杀了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楚云赶了进来，直接把林佳佳踹翻在地。林佳佳，你敢伤害婉婉，你就等着坐牢吧！林佳佳见杀我不成，痛苦的大喊：林婉婉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永远有人爱有人保护？警察很快就来把林佳佳带走了。林佳佳被带走之前还怨恨地看着我，不过无所谓，我根本不在乎她多么恨我。第2年中秋，我和楚云准备结婚了，婚礼上穿着最美的婚纱，一脸幸福地看着楚云。婉婉，我从小就爱你，我爱了你好多好多年。我本来从来没有期待过你能看我一眼，我本来只想永远默默地陪伴在你身边就行，只是没想到上天给了我这个机会，让我有机会成为你的丈夫，和你终身相伴。还好有人错把榆木当珍珠，不知道你的可贵，不然我都没有机会在你身边。楚云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，他说的时候我也很受触动。这时候台下的沈林峰却受不了了，他愤怒地站了起来，他红着眼睛看着我，婉婉，你能不能不要和他结婚？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。而我只是冷漠地看了他一眼，沈先生请自重，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楚云才是我的丈夫。婉婉，你一定是被楚云骗了，他根本没有我爱你，根本没有。沈林峰发了疯一样的砸东西，楚云叫来了保安，来人啊，把他打一顿，给我赶出去。沈林峰被保安狠狠地打了一顿，他还想得到我的同情，但我看都没有看他一眼，只是幸福逢看向楚云。沈林峰失魂落魄地走出了会场。后来我听别人说，有人看见他站在广场中心，看着我楚云结婚的场景，整个人都在雨里崩溃大哭。有人看见他喝着酒，一个人在街头乱窜，还被人指指点点，京圈太子爷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。有人说他看见跟我长得很像的女孩子就会上去跟人家搭讪，然后被人说是变态。还有人说他在雨里一个人傻笑。婉婉，婉婉，我们当时笑得多开心啊！沈林峰在回忆我和他的曾经。总之，现在沈林峰可以说是不仅落魄，而且是有些精神不正常了。不过我并不在意，他怎么样都跟我没关系。我很快就怀孕了，10月怀胎，我生了一个女儿。不过我的身体不太好，楚云不想再让我生孩子了，他给孩子起名叫楚木婉，意思是他永远爱慕林婉婉。我现在很幸福。至于林佳佳，被判了无期徒刑，怕是这辈子都没有出来的机会了。我和林佳佳的恩恩怨怨也彻底结束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